Margo。好了，来看看今天是给大伙带来的合金弹头，也就是2代的观改啊，就是传说中的叉代，这也是修复了2代的有很多的卡机版的不足啊，不多说了啊。这个合金弹头叉呢是街机厅游戏当中最经典的版本啊，这里面没有之一。很多人说1不是经典吗？其实呢，在街机厅里面1还真的是不怎么经典，因为1太简单了啊，对于一些草根级别的玩家来说啊，1比较简单。但是呢，这边的话呢，怎么说啊？就是说，正常来讲呢，咱们的这个合金弹头叉呢，虽然说改动呢有，但是并不是很大，尤其是风格无厌啊。一些 BOSS 呢也是改动不大啊。第一关呢，虽然说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个高手呢是来自于住在涂山的小兰给大家伙表演的一个2020年年底的一个全新的记录，也在人脑当中呢是18多分钟，不到19分钟时间，就是打出了一个顶尖的速通。想一想啊，这个游戏的速通能达到19分钟以内，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啊，这个就不多说了。这里面呢，我们看看啊，该用的这个道具啊都是要跟上的，比如说载具啊都不进。之前我们是做过进这个雷进啊，这个叫有5进啊，还不是4进的啊，反正是进载具进这个人质。这样的话人质是不吃，然后载具也不用，你想想啊，那种就是对于高手来说就非常变态了。这里面呢，咱们是骑上这个坦克，也就是这个坦克的名字叫合金弹头嘛啊。好的，炸掉之后呢，一堆手榴弹，正好利用这个坦克啊，利用坦克开始。直接一手这个所有的榴弹炮打完了之后呢，一手自爆，然后利用自己自带的手榴弹，直接可以把第一关的这个喷射炮呢给秒掉啊！它是有2段的这个秒杀伤害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就不多说啊，这里面就是一个字儿快，所以说有一些小彩蛋呢，咱们就不打了，比如说像什么那种这个阿拉登神钉啊等等啊，阿拉登神钉。这里面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包括像刚才那边有那个老头啊，可以炸出来，很多人拿那个雷去炸，但是呢也没有这个必要啊，因为这个速度会非常慢啊，不在乎那几个雷的。这一关呢，其实踩上那个机械这个装置呢，打这个 BOSS 也是蛮快啊，所以说无所谓的啊，用不了那么多手榴弹啊，所以说该干就干，不扯这个事儿。好了，踩上了这个游戏当中伤害最高的单体攻击神器，就是傻干。这个傻干一打完秒掉怪物之后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屏幕都变得非常卡，它就是造成这样的效果，让你感觉到非常爽。好了，这你看双手抱拳这个雕像啊，有点东西。小的时候觉得这种风格的游戏啊，大家伙非常神秘，非常喜欢，就这种像木乃伊呀、什么丧尸题材的啊，都是非常喜欢的啊。但这里面呢，咱们就是跑酷型玩法，所以说呢，尽管咱们呢跟 TAS 的这个速度呢还是有差距。但是呢，速度还是真的是非常快的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把游戏玩成这个样子，当年在游戏厅当中，那有多少个小伙伴在你身后看着你玩啊？你想想啊，有多少个人看着你在玩？你想啊，开玩笑呢，对不对？好，跳上来，能不打的怪啊就不打。这里面燃烧弹呢，其实在打某些这个木伊奶啊，还是比较好的。这里面也能炸出很多的这个金币，但是不多说。我们看看啊，能不吃就不吃。这里面机械装甲不吃了，这个套路它是不吃这个载具的。我们看看，噔，好，看看这里面是跳起来往下开枪啊，这点是非常厉害的啊，直接秒掉啊，直接秒掉。屏幕上还剩57秒的游戏时间啊，就把这个盘龙柱给秒掉了啊！这个盘龙柱，盘龙柱非常的狠啊！我个人感觉真的是有点东西啊！什么叫盘龙柱呢？真的是太可爱了啊！好，我们看看第3关，这里面呢，其实相对于这个合金弹头啊，相对于恐龙快打来说呢，还有三国战记啊，这个前几关的难度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合金弹头呢，还真的不像大家会想象中的越来越难什么之类的。那越来越难是肯定的，但是呢，它前2关也不像大家会想象中那么快。比如说，它前2关呢，还是用了4分多钟，而恐龙快打的前2关呢，只用了2分多钟啊。这个游戏明显就不是，它的设定呢就不是那么严谨啊。我的意思就是恐龙快打。当然，事实上呢，因为可能游戏的载体不一样嘛，像合金弹头呢，准确来讲，它算是一个有这个横版的射击类型游戏，而且还有一些肢体冲突，所以说呢，个人感觉啊，合金弹头呢还是
还是稍微优质一点啊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。不管它的美工，还有它的游戏剧情设计，还有它的都挺好。但是毕竟呢，一个是动作啊，一个是设计，这个还不太一样啊，咱们就不去评价啊，因为这里面各种粉丝不一样，咱们不可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，咱们只说啊它的这个制作的这个评分吧啊。那包括在网上啊，合金弹头的收视率还是蛮高的啊，它甚至比这个《三国战记》有的时候还要高。我们看看这里面呢是必须要打掉这个直升机，这个直升机呢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直升机啊，它这个直升机不仅可以在空中呢发射这个是它这个弹，我小的时候都感觉它发射的这个炮弹呢有点像那个鸡腿啊，有点像鸡腿，小的时候觉得很好吃。啊，就觉得好像就想接着吃掉这个东西，吃一个能加5万分的感觉，对吧？但事实上是没有的。好，跳起来一顿炸，这里面很多人愿意炸他那个坦克，但是我个人感觉啊，咱们就一直给他炸这个坦克。这个96号飞船，它上面有坦克，我想知道它是怎么飞起来的，我不想知道，我想知道它是怎么把坦克背到身上，而且那个坦克可以无限往下掉的，谁能告诉我？对吧？谁能告诉我？我就真的不知道。好，这个刚才是上演了一个铁道游击队，这里面呢是给了2个载具，也方便于两个玩家的时候一起玩一个没有载具的问题。这里面的超能坦克啊，超能的合金弹头是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样子，它的移动速度会很快，而且呢表情呢非常的狰狞。说明这个坦克是要比普通坦克要好得多啊，因为它的速度还有它的跳跃力啊都非常的好，这个非常灵活。而且呢，如果是飞机的话，2个人还有一个配合啊，可以互相挡着啊，互相这个拖着走啊。但是飞机呢，还是没有这个坦克舒爽一些。咱们这里面可以看看，跳起来之后呢，连续的把它的这个自己本体的加农炮先发射掉。这样的话呢，先是秒掉了它很多的血量，直接一炸，然后把自己炸到了这个 Modern 的大机器上。Modern 将军的这个火车的蜘蛛机器，这里面有点像那个致敬那个蜘蛛侠那个 BOSS 了，是不是？章鱼博士啊，有点这种感觉。好了，由于利用一个小技巧呢，把自己呢炸到顶上去呢，就可以一直开枪。这里面呢，很多人在想是不是要扔这个手榴弹比较快？但是呢，因为前面呢，咱们把手榴弹消耗掉了，同时呢，咱们有很多手榴弹没有吃。为了速度更快的时候呢，咱们就只能这种方法是最实惠的啊。用坦克呢炸到上面去之后呢，一直用这个它的自带机枪，然后呢实现自我这个伤害啊，实现这个伤害。这样的话呢，是7分钟30秒就来到了这个香港关。好，这一关呢是典型的中国风，也是合金弹头为数不多啊很多人喜欢的背景音乐之一。当然咱们不多解释啊，这里面这个它有很多设计啊都是没有文化啊，它可能这个作者什么的根本就没有来过那个香港啊，也瞎蒙的啊，就可能搜了几个图，看了几个电影，然后百度翻译了一下啊，谷歌翻译了一下，然后就这么写。你像他这个店铺的名字这么整，那么扯犊子吗？对不对啊？好，感谢刚才我们的这个为狼哥下海鲜以及季贤度能赠送的办卡。这里面呢，后面这个老头啊，每一个老头的名字都不一样啊。这里面呢，他这个被抓了之后呢，咱们去解救他，他这个名字都不一样。包括咱们合金弹头的这个外星人啊，他的名字也有啊。比如说像合金弹头3呢，有这个Modern 将军的这个士兵，你也可以救他，因为比如说在这个雪人那个地方可以营救他。同时呢，还有合金弹头4里面的那个科研人士啊，还有这个合金弹头5里面好像有工人吧啊。再就是那个火星人，虽然说呢在前面几部呢咱们是反派啊，咱们是来跟他进行较量的，但是呢火星人呢也有一些可以交朋友的啊，对吧？在这个合金弹头6里面呢，就跟火星人一起打这个金星人。但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啊，由于咱们有这个大型的燃烧弹，不需要用这个坦克，那样的话咱们的伤害呢反而没那么高。朝上开枪和跳起来朝下开枪的燃烧弹呢是攻击力非常爆棚的，同时呢跳起来扔这个石头的手雷，直接就把这个大火炮给秒掉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来到了只用了9分钟20秒就来到了传说中的第5关，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。整个游戏时间呢是18分钟多，由于最后一关的时间啊还是蛮长的啊，所以说包括合金弹头3也是最后一关的时间啊，就是合金弹头3呢，它整体的时间应该占将近47%，也就是前面的游戏呢占50%多，而最后一关呢将近赶上了前面所有的游戏时间啊，这个设定呢也是非常的有诚意。
而且合金弹头3呢也是被誉为街机版本当中最难的版本啊。排名第2是合金弹头5，但是合金弹头5呢只有一个特别难的地方，而合金弹头3呢是有2个特别难的地方啊，一个是最后一关啊的这个 BOSS 啊，当然这个不是最难，最难的还是那个咱们不卡龙的这个方法去打这个祭坛，也就是那个我俗称啊管那个叫红烧狮子头，长得特别像那个狮子头啊，所以说就是这里个狮子头不是那个吃的那个狮子头，就是真的是一个狮子头啊，你懂吗？好，我们看看这里面呢，咱们是吃这个大型的 laser gun。laser gun 呢，其实在刷分啊，有的时候也会用得到。不过咱们先不说这个 laser gun 呢，它其实你把它当成一个不会斜着射的激光枪就可以。当然了，在后续的版本当中呢，如果你选那个艾瑞的话呢，是可以斜着开枪的啊，这里面就不多说了。包括可以斜着扔手榴弹，这里面呢设计就非常的嘚儿了。你想想，咱们是一个横版的射击类型游戏。但是你这个设计，要不就朝上开枪，要不就朝前开枪，啊，或者是朝后开枪，或者是跳起来朝下开枪。我就想说了，为什么朝下开枪还必须要跳起来？为什么不能斜着朝45度角朝天开枪？我一直不理解啊，我就在想，这个设计是欺负我目中无人是吗？当然了，这个游戏这么设计也是出于它这个考量，因为它毕竟它不像咱们这个3维的这种。FPS 游戏对吧？那不一样，这个就不多说了啊。好，这里面呢，咱们是用自己的武器跟手榴弹来打这个地铁。这里面呢，事实上打这个轨道车啊，还有那个如果玩这个3进的啊，或者说所谓的5进啊，你可以选择用小手枪来怼地铁啊，这点也是非常魔性。小手枪呢，真的是实现了就是咱们幼年时期看那个港片儿。尤其是那种像是什么英雄本色啊，什么这种什么那种啊动作片啊，就吴宇森什么的这种，就是他牛在哪儿呢？他那个手枪啊，能不能当加特林我不知道，但是他那个手枪的子弹啊可以不换弹夹的，就是导演可以让他连开30多发、40多发都可以。这个设定啊也是这样。这里面这个合金弹头，它不仅能发40多枪，如果你一直发的话啊。我感觉他都一直不用换弹夹的，真的，他调了无限手枪啊，无限子弹，不仅不用换弹夹，而且那个手枪连续的开，它居然不会发热啊，这设计的非常屌。脱油成功，确实减肥成功了啊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看看现在这里面还是用这个 laser gun 啊，因为 laser gun 的它的这个子弹的密度还是蛮高的，但是跟这个什么大型燃烧弹比啊，那简直就是根本就没法比。大型燃烧弹在某种意义上，它甚至啊比这个傻干还要好。傻干的话呢，由于它会把游戏呢变得非常的卡，在某种意义上呢反而不利于咱们速通，而且它的射程呢不是那么远啊。当然，其实这个燃烧弹也一样，燃烧弹呢最嘚儿的就是打这一关的时候，你跳起来朝下开枪，如果是高手的话，他会在跳起来朝下开枪的最低的那个点连开2发子弹。而咱们菜鸟玩呢，跳起来朝下开枪，你打不到人，浪费子弹不说呢，对吧？你还浪费时间。我们看看这里面，首先24个手榴弹扔起来，跳起来扔2枪哈，哎，跳起来朝下开枪的这个手榴弹呢，这个伤害非常高。利用载具的无敌时间，跳起来开2枪，跳起来开2枪，然后手榴弹2发。由于呢，咱们不能啊，咱们这个扔手榴弹呢是有断续的，也就是说，什么叫有断续啊？就是你一次性只能扔2发手榴弹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，就非常嘚儿。我们看看。一个自爆跳起来朝下开2枪，还有10个手榴弹，手榴弹扔2发之后呢，为什么不能继续扔？它必须要造成伤害之后才能继续扔。好，没有手榴弹，正好。虽然说还有5发这个大型燃烧弹，但是呢，这个手榴弹扔完了之后呢，正好是把这个下水道的这个 Modern 的将军的这个下水道的这个大机器啊给干掉了。这个下水道为什么是绿色的呢？我就不说了啊，可能是环境污染。但是你这帮人捏着鼻子往下跳，你不齁吗？对不对？这一上来感觉就有点绿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开局咱们看看，利用这个开局的无敌时间，差一点点就跳到了对方扔的这个炮弹上，但是呢不要紧，刚刚好。好，这里面是吃了一个本游戏当中啊最嘚儿的一个子弹啊。这个子弹呢怎么说呢？这个子弹呢，它的伤害呢非常的低，但是这个子弹呢，它的这个击中之后呢，有一个小爆炸的效果，对于清兵啊还有很好的帮助，而且它可以根据地形啊，可以自动的跟踪。说句实话，不是什么好的子弹，但是也还好啊。好，跳起来，在这个位置上跳起来开枪，这个锦江啊，这个锦江
被誉为游戏厅当中非常惨的这么一个小东西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Heavy Machine Gun 有没有互动的节目啊？怎么互动啊？艾哥都来了，但是我这个怎么感觉我这个斗鱼这个直播伴侣他老是出现那个 bug 呢啊？这个弹幕助手一整就消失了，精神病啊！请重新登录，我是真的服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这里面呢，我这个弹幕助手出现问题，我得用手机扫码登录，精神病啊！服了啊！好，这关呢是被誉为所谓的这个，你看啊，这里面有那个飞碟，大家伙儿看那个飞碟的样子啊，完全就是有点东西的啊，大家伙儿知道的就好，有点是吧？如果大家伙儿看过美国的那种东西是吧？好，还得扫码登录，精神病。好，哎，艾哥直接一手，不啊，艾哥直接一手这个，哇，不是我这边，我这边扫码之后弹幕助手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好，刚出弹幕助手，不是艾哥刚才赠送的什么火箭吗？我这个有点，艾哥直接一手火箭，怎么艾哥又想元旦让我喝酒陪伴了是吗？我记得去年过年的时候，艾哥直接一手超火，然后我连干了4瓶啤酒，去厕所吐了，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事儿，我记得超级清楚啊！我醉了，我刚才弹幕助手崩了，我又重新用那个手机扫码登录的。谢我艾哥没什么好说的啊，一直都是在支持我。但是艾哥非常喜欢看那个拳皇97，只不过目前好像是没什么好的比赛吧啊，好像有那个南京线下赛，疯狂暗示。可不是嘛啊！我弹幕助手刚才真的崩了啊！暗示超火。好，这一关呢是游戏时间非常长的，咱们看看啊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其实游戏时间已经是过了这个17分钟，也就是说呢，其实打最后的 BOSS 啊还没有那么长时间啊。打最后 BOSS 其实还是正常秒。BOSS 呢，除了那个球之外啊，还有2个啊，还有一段伤害，也就是说总共是2段伤害。第一个球是非常好打的，因为这个球呢。你只需要站到房顶上，给他一顿手榴弹啊就可以，对吧？一顿手榴弹就可以。艾哥一手火箭瞬间让我了，应该是我都没看弹幕助手崩了之后吧，他这个我这边我看那个艾哥是排名第1了，这个贡献榜那肯定不用多说了啊，是吧？谢我艾哥啊，这一手火箭真的太支持了，我这个大恩不言谢吧啊！好，我们看看这边的 Modern 呢是又被这个火星人抓走了，大师兄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，就这种感，哎，这个雷浪费了，看一下，这个雷如果不浪费的话，是不是会节省一段时间？我们先说一下啊，它这雷主要是要秒那个火星小飞碟的，这个火星小飞碟有时候很讨厌。好，我们看看，炸出一个雷出来，运气不错，已经没有燃烧弹了，跳起来扔雷。再跳扔雷，一共浪费2颗雷，看不见？一共浪费2颗雷，对于伤害的计算还不是特别的好啊！赶紧敬一杯高碎。我这边是有酒的，我这边又有那个奥丁格，又有百帝王啊，但是百帝王就有1瓶，然后1664外加一个海底捞啤酒啊，到时候可以给大家伙品酒喝的。好，感谢我们的可爱多927以及0 Feeling 赠送的办卡。我不知道我英语不太好，是不是这么念的啊？好，梆梆梆梆梆梆，这个曲儿是合金弹头最后一关的标配。尽管不是所有的最后一关都是这个曲儿，但是这个曲儿啊是最后一关当中最热血的曲儿，有点那种励志的感觉啊，就是人类团结到一起对抗火星人啊！这终于知道了啊，就是再有仇恨也必须要对抗外族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看这里面的 laser gun 不错，给了一个 laser gun。这里面的话，一会儿推了一个坦克出来，这个坦克车在没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看看能不能直接秒掉，伤害不够，
进坦克好，跳起来一个雷没有打出效果，再好的被炸到顶上，那个时候如果再放一个榴弹炮的话，好了，这个榴弹炮如果要是炸到这个，哎对，如果炸到这个火星人的小飞碟上，还可以起出一个箭射的效果。好的，这样的话我们看看，非常的厉害啊，直接就秒掉了最后一关，也是致敬了一下独立日的剧情啊。你就是这个老兵开进去，精神病啊！就这么一个飞机撞进去就能打掉这个母体飞船啊！当然，虽然说是分裂性母体啊，不是最终的 BOSS， 合金弹头3里面才是最终的这个 BOSS， 但是不多说了啊，这个太假，泰森的弟弟叫太假的，你懂的啊。合金弹头6还有叉叉的录像是有，但是没有新的录像，我已经解说的差不多了。而且街机平台里面的街机平台是没有合金弹头6和合金弹头叉叉的，它只有在 PS 里面才有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好，哎呦，什么情况？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黄老板一手荣耀王冠啊，荣耀王冠又是什么东西啊？我长时间不开播啊，我都瞬间就蒙圈了啊！荣耀王冠。感谢我们的黄老板啊，这一手赠送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的杂牌哥的一手办卡，还有我们爱哥的一手火箭，爱哥伤心了，日常这个坠火箭，然后让爱哥伤心了。好，不多说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也是感谢我们的涂山的小兰啊，给大家伙表演的这么一个粗通的一个记录。那么刷分呢，大家伙都喜欢看，只不过呢时间非常长，今天的刷分呢就不用给大家伙多说了。感谢大家伙的收听，如果大家伙喜欢小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